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了解真相，为正义发声。我是美玲。于朦胧被害已经有2个多月了，中共当局始终在极力的封锁消息，但是有关于朦胧遇害的相关真相不断的流出。2025年的11月4号，美国灵媒坎迪斯·斯塔尔在油管做直播，用灵魂盒子和于朦胧的灵魂来进行沟通。在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于朦胧清晰地和观众打招呼，嗨，而且说出的内容和此前传出的被害信息是一致的。于朦胧的灵魂反复提到自己被害了，他说那是一个陷阱，还提到了喊叫注射。此前网上传出于朦胧在窗外大声哭喊的视频呢，这确实是对应上了。当坎迪斯问到你希望粉丝为你做什么时，于朦胧表示逮捕他们。他也说自己的灵魂会继续追捕那些人。他着重提到了几个名字：辛奇、范世琦、田海荣。于朦胧的灵魂继续表示是团队在运作这件事情。他说呢，自己曾经尝试逃脱来解救自己，是他经理中的2个人把自己带到那里，殴打折磨，把他从窗户扔了出去，落在混凝土上。于朦胧的灵魂还清晰地说出了辛奇和程听松的名字。坎迪斯问：你在暗网上发生了什么？于朦胧灵魂回应说：是的，暗网那里有一些信息被他们隐藏了，他们掌握着证据。于朦胧灵魂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啜泣，他说：我崩溃了，让我恶心啊，我被冤枉了，我是无辜的。他还强调我不是摔下去的。坎迪斯问：这是预谋还是意外？于朦胧的灵魂表示这是策划的意外。他强调他们害了他，还有中文说他们杀。在视频中呢，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于朦胧多次的啜泣声，他甚至几次用中文说出一些话，让人感到震惊。于朦胧说他们侮辱他，把他关起来，并用中文清晰地说出了关他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坎迪斯问：有人试图帮助你吗？小鱼的灵魂表示有。坎迪斯问：如果他们帮你，他们活着吗？小鱼的灵魂回答是。但坎迪斯又问了一次：有人试图帮你吗？小鱼的灵魂回应说：我希望他们能。听着让人心碎。于朦胧遇害之后，人们都希望知道他的2只狗的下落。有网传视频显示，于朦胧的狗狗福利也遇害了。坎迪斯问：你的狗狗和你在一起吗？他的灵魂回答：接着又是一声哭泣。坎迪斯不由自主地说：哦，这让我不寒而栗。他刚才是在哭吗？我的天。于朦胧的灵魂说：我很难受。坎迪斯问：谁对你做了这些事情？于朦胧灵魂回答说：朋友范小花、高泰宇、宋一人。他还主动说出了我被做成展品，这让我快疯了。坎迪斯在这次直播中问了最后的一个问题：你真的吞了 U 盘吗？于朦胧的灵魂哭泣着说：是的，我吞了。坎迪斯发出了惊呼声，又接着询问：他们把他 U 盘从你身体取出来了吗？于朦胧的灵魂回答说：他们拿出来了，并且抽泣着说：割开了我。可见此前网上传出的消息是真的。让人感到震撼和心疼的是，于朦胧的灵魂抽泣着说：帮帮我。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在今年的11月2号，坎迪斯在油管视频的直播节目中首次和于朦胧的灵魂进行沟通。他提到于朦胧给他展示自己被害和其他的明星受害的很多现场画面，让他惊呼连连。坎迪斯亲切地表示：朦胧，我会再回来的，你的声音还在，宝贝儿。于朦胧的灵魂表示奋力抵抗，他还专门用中文清晰地回应说：好。在对话结束时，于朦胧的灵魂表示：我正在为此而战，我爱你们，我在星辰之中。坎迪斯发出了惊呼，并且表示：我们是为了朦胧而来，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为了我们自己，因为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于朦胧出事以前，因为中共当局和天娱传媒对他有意的长期压热度，所以不少人呢并不熟悉这个演员。很多人都表示是在他出事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阳光帅气的明星，并为他的遭遇而感到痛心。让人感到难过的是，这样一个善良美好的年轻生命，在和灵媒进行现场沟通时，通过灵魂盒子全程传递出的几乎都是让人心疼不已的哭泣声、抽泣声，即使是隔着屏幕，也依然能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心灵所遭受的痛苦。而这也足以从侧面证明那些加害他的人给他带来了多大的伤害。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到美国灵媒坎迪斯·斯塔尔的油管频道再去听一下这个视频。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于朦胧灵魂在这个过程中也说出了几个关键的人物名字：辛奇、田海荣、程青松、高泰宇、范世琦、宋一人。而他提到的2个经理，这个还不敢随便下结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于朦胧经纪人杜翔几乎一直在他身边，因此他出事的前的那场聚会，杜翔应该是在现场的。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曾经提到过辛奇，但发现于朦胧在和灵媒坎迪斯进行沟通时呢，又着重提了辛奇的名字。因此呢，我们继续对辛奇的过往来进行开扒。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辛奇是一名同性恋者，因此他对于朦胧也是特别的上心。辛奇的个人信息也被堪称为是侦探的网友给扒了出来。辛奇原名是辛小熊，在1991年9月13号出生，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他的身份证号码是420-321-1991-0913-0018，出生地是湖北省十堰市，手机号码是139-072-81594。他的生母是田海燕，而资本女大佬田海荣是其大姨。那么至于辛奇的生父是谁，至今还是一个谜。目前流出的几个版本呢，包括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辛保安，已经辞去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集团董事长职务的辛杰，甚至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辛奇此前整过容，这是他整容前的照片，这是他整容后的照片。都说基因骗不了人，下面这个据说是辛奇小时候的照片，不知道诸位观众联想到了谁？但是呢，不少网友都惊呼，这看起来十分像是习近平、习远平兄弟。如果从眼睛和脸颊来看呢，这个孩子的相貌确实有些像中共的党魁习近平。让外界感到不解的是，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在这个讲究拼爹拼背景的中共国，却能意外地获得很多的重要资源，而且呢，一毕业似乎就走上一条专门为他准备好的路。辛奇在2011年开始进入了影视娱乐文化行业，当时呢，他也只有20岁，既然能够涉足做娱乐的营销、影视策划制片和艺人经纪方面的工作。2015年呢，转战新媒体短视频领域，加入贾樟柯新媒体公司以上传媒，担任高级合伙人、副总经理、科首映 COO。辛奇被指与导演程青松是电影行业方面的长期合作伙伴，而他的大姨田海荣和程青松是20多年的朋友与合作伙伴。电影传媒表面看来是很多少男少女实现梦想的地方，但现实当中呢，却是很多艺人噩梦的开始。而据说辛奇就是天娱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的掌控人。辛奇和于朦胧的交集应该是始于2013年的《快乐男声》，当时的辛奇只有22岁。有网友披露，他当时就手握着4个亿的资金，开始了娱乐圈狩猎与洗钱生涯。辛奇名下有几百家公司，但是在2015年，辛奇就用了很多快男快女的名字，注册了包含军火、烟火、医疗器材、农业等涵盖各行各业的不同公司。中国男星于朦胧在2013年第2次参加快乐男声，并且获得了全国的第10名，正式出道。但是呢，有不少消息流出，显示于朦胧的入围以及签约天娱有着很多看似是人力为之的因素。于朦胧表示，自己当初并不想参加选秀，
是朋友推荐我去，然后朋友并不想参加，然后我就去了。我是心里很害怕，但是他被选上，其实背后有一股力量在运作。有网友指出，于朦胧的外形条件很好，但当时他唱功很一般，气息很弱，而且声音呢还不很洪亮。他在2013年参加快乐男声时呢，是通过复活赛进入了全国10强。但是诡异的是，那一季也是唯一有复活环节的快男比赛。据说呢，于朦胧是被新奇，并开始设计他入局，而这也能从当时的比赛现场找到蛛丝马迹。照片中的新奇在比赛现场装扮于朦胧的粉丝。2013年的7月31号，快乐男声比赛在全国总决赛20进时的第一场期间呢，网上开始传出消息说，长相帅气于朦胧此前晋级备受争议。一名自称是与他一起参加2010年快乐男声的室友描述他是娘炮、被包养等不堪说法。当时呢，有不少好友都在声援他。单纯的于朦胧陷入了被抹黑的丑闻当中，一步步地走进了新奇的圈套。有人披露，天一为了签下于朦胧，先找人放冷箭抹黑他，再和他说可以用庞大资源帮他压新闻。没有后台的于朦胧不懂得人心险恶，可能就此签约了天娱。有人指出，2013年快男时期对于于朦胧的造谣，这就是新奇和天娱的手笔吧。先造谣抹黑，再跑到朦胧面前装恩人，骗朦胧签约。当年新奇也才有22岁而已。其实呢，进入天娱以后，于朦胧应该是也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直言：但是做过最叛逆的事最叛逆的事情，参加唱歌比赛。网友纷纷表示，他自己应该是非常后悔入火坑的比赛。有人提到，于妈妈在他出事后赶到北京时崩溃大哭说，叫你不要唱歌你不听，听了很心碎。他妈妈早就担心会有危险。网传消息说，新奇为了控制于朦胧，无所不用其极，还利用他的名义开了2间工作室，除了洗钱，还做非法勾当的交易。这是天娱传媒的合同，里面有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像是从签约之日开始，甲乙双方收入分配比例为甲方70%，乙方只有30%。当甲方提出要求时呢，乙方需要接受媒体宣传或公益慈善活动等相关的安排，不论有酬劳与否。天娱也强调呢，本合同有效期内为宣传和演艺事务等的需要，甲方有权无偿使用乙方的姓名、艺名、肖像、照片、签字、声音以及生平资料。合作期限届满以后，甲方有权为自身宣传推广继续使用，但不得以直接盈利为目的。有人爆出天娱传媒的霸王条款，合作期间，乙方艺人的所有工作成果、文字、音乐、戏剧、出版、表演、录像、衍生品一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各项权利，不可撤销，并独家永久的由甲方天娱或天娱指定的第三方所有。天娱转让这些权利无需艺人同意。那么也有人表示呢，天娱有权无偿使用艺人的姓名、肖像、照片、签字、声音以及生平资料，使用这些做什么呢？没有仔细说，艺人也不问嘛，那就包含了利用艺人注册军火、烟火等公司来洗钱。此外呢，天娱还有诸多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在此呢，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说呢，天娱传媒的商业模式好比是割韭菜，签约大规模的签约新生代艺人，但是呢，只捧其中的少数人，看他们谁有人气就捧谁，导致资源失衡，其他艺人则被雪藏，失去工作的机会。如果艺人这时不满要向公司解约，就要支付天价的违约金，而对于出身一般的于朦胧来说呢，可说如同奴隶条约，根本就逃脱不了。有网友指出，一个22岁，也就是刚毕业的年纪，新奇就学会了如何控制他身边所有的人事物来欺骗他，利用他想要出人头地，为了家人的心，先是让他感觉自己努力出道了，再抛出天娱以及避税公司的橄榄枝，然后呢，让对方感激不尽，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甲方。最后发现一切，再摊牌来说，一条船上的蚂蚱，让对方全然接受，已经是无路可退，最后成为了祭品，达成了上面的一切。他也才27岁，
控制了相当于比他多活了1000天的人，并从200多个空壳公司里源源不断地给他创造收益。这是于朦胧早期出道时的拍戏场景，人还显得是比较健康。他喜欢健身，身上也有肌肉。于朦胧在综艺节目中披露，公司后来就不让他健身了，导致他体重减轻。而且呢，天一传媒给于朦胧拍了很多与他性格十分不符合的写真，不由得让人怀疑其用意。有人直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很多怀揣明星梦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地进去，最后都蜷缩在高楼下的某处水泥地上告终。这是什么公司？天娱传媒，中国的国企，红色权贵们开的公司。根据于朦胧生前的好友表示，他想退圈，想去云南丽江开个民宿，养身上的伤，然后结婚生子。他很喜欢小孩的，带着妈妈，带着狗狗，带着老婆孩子，平安地共度一生。近日，关于于朦胧的多年来捐款的信息也流了出来，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平时物欲极低，把收入的大部分都默默地捐了出去，自己平时吃饭、租房、购置衣服的花销很少。有网友对此分析说，本来看他把存款全都捐出的举动呢，看起来像是遗产配置的安排，觉得他是不是在汇集证据的过程当中，有预感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加上有网友对比他在2018年跟2023年的自白影片，发现他在2023年的自白影片中删掉了当导演的梦想。再看到他朋友诉说他想退圈的这段内容，猜想可能是他想退圈，所以在演艺圈赚的钱都不要了，都捐出去。因为想退圈，所以导演的梦想也不再规划了。他可能以为放弃在演艺圈的一切就能够放他离开，只是他没有想到坏人是要害他。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对他的贴身监视，在很多视频中都体现。我可以保佑我见你都顺利吗？可以保佑我见你都顺利吗？顺利过，还有多少人？这个视频当中呢，杜强疑似用手机给于朦胧发了信息，他刚放下手机，于朦胧就拿手机看，然后变得情绪更加低沉。有人说，于朦胧之所以总是戴着耳机，不是用来听音乐的，而是随时查看杜强发的消息。而天娱传媒不但没有把于朦胧当明星艺人对待，还想办法在各方面来压制他。有外国的网友表示，在寒冷的冬天，你去给你的艺术家穿上一件薄薄的连帽衫，我简直要哭了。你们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地虐待这样一个好人，没饭吃，没衣服穿，挨饿受冻好几年，这是什么残忍的公司？还有杜强，你现在在哪里？你这个懦夫躲起来了。视频中，一个男粉丝心疼于朦胧冬天穿的单薄，于朦胧一边说天气晴朗，一边忍不住冻得耸肩。冬天来了，你穿这些会冷吧？还行，你就是出去会冷，已经零下了。天还挺晴的。于朦胧在镜头前故意摘下口罩，展示自己肿起来的腮部。他什么都没说，也许也不敢说。吃饱饭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更何况对于明星而言。在2025年的今天，竟然有心地善良的明星被经纪公司强制不能吃饱饭，甚至是挨饿。这堪称魔幻的一幕，或许在于朦胧的生前出现多次了。吃了，你吃了吗？哦，那你快点去吃啊，等一下。要去买点什么是吧？
当于朦胧听到这句话时呢，满眼期待地看了一眼粉丝，就是欲言又止。有网友说，他问你们吃了吗？其实是想说他还没有吃东西。你们问他要不要帮他买一点，他很期待的就说行。听说最后还是没有吃上。知道别的评论区看到的后续，我眼泪都止不住。这个视频显示，于朦胧大口吃着青菜，看样子是饿坏了。有网友发出疑问，这是在靠墙吃饭吗？因为视频当中又出现广大网友们已经熟悉而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水泥墙。有网友在这条视频下方评论说，他这一生拥有的太少，没有爱人，没有孩子，没有轻松快意的生活，最后也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结局。但他拥有的也很多，有刚正不阿的灵魂，有宁死不屈的风骨，有身处沼泽也能满溢而出感染他人的善良和温暖。正因为他有这些，他离世后才有全世界这么多人为他奔走。善良不可辜负，真相不能埋没，我相信天总会亮。很多人说于朦胧认真看镜头拍照的时候很帅，而他又是那么的热爱演艺事业，也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导演。但在天一传媒以及新奇等人的不断打压之下，他甚至情愿放弃当导演的梦想，甚至放弃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继续演戏，想以此脱身。他只想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有一份工作能够养家，能娶妻生子，照顾母亲。但就连这最基本的权利都被中共当局和天一传媒无情地给剥夺了，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只是为了坚守做人的底线而遭遇这么多的痛苦，甚至被选为献祭的人选而殒命。在中共之下，像于朦胧这样遭遇的艺人还有不少，其中呢，也有外界现在还无法知道的。看似光鲜亮丽、生活耀眼的明星们，也遭到中共当局如此的摧残，也让人深刻地认识到，中共如果不倒台，中国人民就将生活在恐惧当中，甚至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观众朋友们，于朦胧生前喜欢听音乐，喜欢唱歌，但是呢，竟然连一场演唱会都没有能够举行过，这也是很多喜爱他的民众深深的遗憾。那么随着他生前的事迹以及视频、个人写真照片的不断的流出呢，也加剧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并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可爱纯真的大男孩。我们在视频的最后呢，会播放一首写给于朦胧的歌曲《梦朦胧》。歌曲创作和演唱是现居美国旧金山的资深歌唱老师美美女士。愿这首《梦朦胧》可以安慰到爱小鱼的朋友们心中的那片缺席的星空。雨风轻舞桃花飞，朦胧月色梦中人，龙吟九天影随形，君已远，心为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你笑如春风催我心。仙山云海共此梦，今朝别泪满襟。千年一梦终成空，愿君安好，魂归苍穹。每当桃花盛开时，我知
沙洲，皆作清明风。半落无声，如梦远方懂你在时光尽头。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